边看王者边听小说，苏哲王者荣耀，夜黑语著。第551章，你们的战神回来了。关羽，胜利与信念都交托阁下。听到这声语音的时候，现场无不沸腾。长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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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呼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都沦为了喧闹的海洋。Prime 战队的粉丝在上一场比赛的过程中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郁闷，但在看到关羽的这一刻，一切郁闷全部烟消云散了，因为战神回来了。长歌的关羽在正式比赛中还从来没有输过。如果说 KPL 的赛场上有战神的话，那么长歌的关羽就一定是战神。哦，看来 Prime 战队的计谋奏效了，长歌居然拿到了他的拿手英雄关羽。解说剑南严肃地说，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长歌这名选手从王者荣耀联赛注册以来，使用关羽的对战中胜率是100%。王者城市赛和 KPL 都属于王者荣耀联赛，而一旦有选手注册，那么他的战绩就是可以查询的。尽管长歌之前在 PO 战队的时候用的是隐姓埋名这个游戏 ID， 但还是可以轻松查到他的战绩。其中关羽的胜率为100%，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而在剑南说完这个数据之后，现场的观众立即再次发出一阵阵呐喊：长歌，长歌，长歌，长歌！此时，轮到选人的 Quick 战队，博士一声冷笑：长歌才打了几场联赛，这样的战绩也好拿出来炫耀。阿牛也并不在意，关羽早已经被削弱了，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这场比赛结束，我保证长歌的关羽就再也不是100%胜率。他们 Prime 战队不还号称什么 KPL 不败？上一场不一样，让咱们给打败了。话音未落， Quick 战队做出了选人，张飞、刘邦，又是这两个英雄，前期肉到死，后期又有一定输出的英雄。看得出来，这一次 Quick 战队似乎又是想要拖后期。Quick 战队又拿出了这两个英雄， Prime 战队该如何应对呢？不过这次 Quick 战队的辅助位直接锁定了张飞，姜子牙的陷阱应该是无法拿出来了。现在主要就是看 Prime 战队的想法了。解说剑南道 Prime 战队这边， Quick 战队又先首选了两个肉，韩小军沉声道，他们这一局应该是要拖后期了，但吸取到上一局的教训，咱们这局不能选太后期的阵容，前期一定要保证输出。苏哲道。说到这里， Akon 率先做出了选择，这次我用雅典娜，圣殿余晖，雅典娜。从前期强势到后期的女战神，在3月20号的版本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调整后的雅典娜耗蓝减少了不少，同时输出从后期前调到了前期，但雅典娜无论前期还是后期的输出都非常凶猛，称得上战场上的常青树了。第二个选人的是 Tiger，先手拿下了强势法师嬴政，这个版本的嬴政也是没有弱势期的存在，基本上从前期开始一直强势到后期，装备也是打出博学者之怒就秒天秒地，一直猥琐后排的话，生存能力也非常强。有这两个选人， Prime 战队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不会虚 Quick。 接下来是 Quick 战队选人，两个选人名额边路选择的依然是程咬金，打野选择的则是一个李白。 Quick 战队的阿牛选择的居然是上一局 Prime 战队拿下的李白，这一点同样可以证明 Quick 战队准备将比赛拖入后期，因为李白在后期的输出是非常恐怖的。哼，居然敢拿李白，看起来 Quick 战队很有信心吗？Akon 沉声说道，上一局他的李白被 Quick 战队针对得很惨，所以他对 Quick 战队心怀怨愤，这一局 Quick 战队居然用出了他最擅长的李白， Akon 更是心中不满。他们这一局肯定是准备打后期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中路的博士应该准备拿扁鹊了。韩小军分析道，他们的阵容坦度太高。好看吗？
中路一个扁鹊奶起来，咱们前期很难打得动他们。如果真的拖入后期，那么咱们就得有能和他们抗衡的后期。苏哲沉声说道。因为不管第一局 Quick 使用的是什么套路，他们真正擅长的还是打持久战。如果 Prime 战队因为 Quick 战队第一局的表现就将比赛节奏错误地向前期转移，那么 Prime 战队就算是中计了。Prime 战队现在还有2个名额，分别是旺财的辅助和 Lucky 的边路没有选定，只靠着目前3个人的阵容来打后期杀伤力并不足够。Prime 还是需要一个后期能够破掉刘邦、张飞护盾的英雄，这也就意味着 Prime 战队需要一个真实伤害。你们信任我吗？这时 Lucky 忽然沉声问道。听了这话，大家连忙点头。这是当然信任你，有什么不信任的？ Lucky 听了这话，重重点头道：好，感谢大家的信任，既然如此，那就……转眼选人时间开始倒数，解说替 Prime 战队捏了把汗。Prime 战队最后2个人迟迟没有选出，他们在想什么？办案人可以弃权，但选人却不可以。一旦在规定的时间内没能完成选人的话，系统是会随机分配英雄的。就在这时，辅助旺财最先做出了选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二组合，太乙真人。在太乙真人和鬼谷子这2个当前版本最强辅助都被放出来的同时，旺财选择了太乙真人。紧接着 Prime 战队的边路 Lucky 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心中的黑暗在不断膨胀。无双之魔吕布， Prime 战队的 Lucky 再次选择了吕布。看到这一幕，现场的观众们先是一愣，随后忽然对着 Lucky 发出了很不友善的嘘声。这些嘘声中不光有 Quick 战队的粉丝， Prime 战队的敌人，更有 Prime 战队自己的支持者，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对 Lucky 发出了很不友好的嘘声。因为在他们看来，上一场 Lucky 的吕布用的实在太差劲了，简直就是个天坑，而 Prime 战队的失败与吕布的表现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根本没有理智的想明白阵容中的差距，他们更不会在乎 Lucky 之前的表现有多么优秀，为这支战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观众带来了多少精彩的比赛。他们只在乎眼前，只要你 Lucky 刚刚表现的不好看，害 Prime 战队输了比赛，我就要嘘你，我就要鄙视你。Prime 战队的观众中，甚至有几个性格偏激的站起来指着 Lucky 道：坑货，求你别再选吕布了，你还想拖后腿吗？你想坑死 Prime 战队吗？你是演员吧？你是 Quick 战队那边请的演员吧？这些人几乎是指着 Lucky 的鼻子在骂，丝毫没有留情的意思。旁边一些 Prime 战队的粉丝看不下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队伍里居然会有内讧。一个女生站出来道：你们怎么这样？上一局也不全是 Lucky 的锅呀，是 Prime 战队在 ban pick 环节就出了问题，怎么能怪 Lucky 呢？旁边又有一个眼镜小哥点头道：是啊，再说 Lucky 为 Prime 战队立了那么多的功，没有 Lucky 战队也不能走到今天，怎么他今天只是发挥的有些失常，你们就能马上翻脸，对他恶语相向呢？你们的心也太狠了吧！之前 Lucky 帮战队赢的时候，给咱们带来的快乐你难道忘了吗？几个咒骂 Lucky 的喷子被质问之后，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其中一个人高马大的冷哼一声道：怎么 Lucky 打得怂，还不让人说了？旁边一个喷子也点头道：就是的，我就是说他几句怎么了？我花钱来看比赛，还不能说说他了吗？再来个2、3把这种对局，把脸都笑烂。这个张良每次我这个动画每次都没吸到关键人。